三亚的环境气候，按道理来说呢，不容易有疫情。作为上海人，很理解他们所遇到的难题。大家好，我是王秋裤，那么和大家来聊一聊三亚这件事情。朋友们，最近三亚那边的口罩问题还是引起了大家不小的关注。我看了一下这几天三亚的新增这个数字确实是挺快的。目前呢，已经累计发现了有几千例了。其实按照以往来说这个毛病呢，应该是只在冬天才会比较厉害，因为它比较怕热嘛。因此之前2年呢，也都是一到夏天往往也就消停了。但是这次这一波呢，很多人认为也许是这个活性和传播性更强了。那么再加上上一波疫情时期刚过去，又正好呢现在是夏天，老百姓们也憋久了，于是呢就都想去风景优美的三亚旅游了，而且认为夏天肯定没事情，所以呢就放下了警惕。而且这次三亚这个事情还间接导致了8万多名旅客滞留，一时间什么天价住宿费、天价饭菜被说得沸沸扬扬还有什么回程机票也是翻了好几倍，等等负面新闻甚嚣尘上。例如13口人滞留三亚7天花了18万这件事情不过马上这个当事人也回应了，说他们一家13口人呢，的确是从成都来到三亚度假，但是网上说的什么花费18万，这个就确实有点夸张和吓人了，并没有花费这么多。那除了这些负面新闻呢，也有看笑话的，说什么谁让你们要去三亚了，谁让你们那么闲不住还有什么去三亚的肯定都是有钱人，活该被滞留。但是事实上呢，去三亚旅游的真的不一定都是有钱人其中也不乏很多学生、普通老百姓。包括像我呢，3年前也是去过三亚，那边也有经济实惠的酒店，也有平价美食不一定只有有钱人才去得起。面对这些看笑话的，我觉得谁也不想永远活在口罩下面适当外出，遵守要求的情况下，适当旅游也是情有可原的。难道口罩问题一直不结束，我们就该永远被束缚在家中吗？反正最近的三亚就是各种的负面消息铺天盖地，有时候呢，我也会不经意的问自己一句，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了？后来我看到三亚当地的有些媒体也说了，其实这就是媒体之间的一场博弈，为了流量也好，为了竞争也罢，我觉得在这种时刻尽管我人不在三亚也不是当事人，但是我作为一个经历过上海疫情的上海人，我很理解他们现在所面临的这种局面。我们在上海经历的那2个月，也曾经被外界议论纷纷，什么不给外地人发菜，各种的不人性化等等其实事实上我们都知道，也许在概率上面来说，会有一些事呢是真事，但往往大多数而言都是误会。毕竟在这个网络发达的时代，很多事情呢都容易被过分的放大和过度理解。所以说这次三亚的这些负面新闻我认为不了解事情真相的人呢，不应该去做评判也不要事不关己就去带节奏，少掺和你要相信人在做天在看，因果总是会有报应的，水落总是有时出的那一天。我相信三亚方面呢也是的我看也有正面的报道，说那边的很多酒店呢也是在想尽办法为游客服务，安排滞留的游客入住，什么半价房费，给游客们做核酸，直到没事把他们送走为止。直到目前我看网上说呢，已经有一大批游客已经是包机返程了。其实对我们来说呢，3年的时间已经过去了，这个病毒仍然没有散去的迹象，对国内的很多城市来说都是影响巨大的，尤其是经济方面，反反复复遭受创伤，就连一直没啥事的三亚这次也没逃掉。哎呀，说实话真的是很恨那个叫什么冠的朋友真想一巴掌扇飞他。但是这又有什么用呢？我们还是应该以更科学的方式去战斗，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们终将会战胜他，让他无处遁形。反正以上我说的这些呢，没有偏袒任何一方还是那句话，不是当事人不说当事话，我们作为旁人应该更适合以一个中立的角度去看待事情，千万不要被乱带了节奏，人云亦云。好了朋友们，那么今天的视频呢就分享到这里了。那么大家是怎么看待三亚这次事情的呢？也可以在评论区和我进行交流。喜欢秋裤的也可以点关注点个转发，我们明天的视频再见吧，大家再会。